如果一个人快饿死了，能吃大熊猫吗？想要吃到一只大熊猫，到底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？今天这期视频，老黑就来教大家如何能有机会吃掉一只大熊猫，全程高能，学到就是赚到。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甚至不敢相信大熊猫还可以吃。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去动物园抓一只就能吃，你想吃的话，得满足两个特别重要的条件。只要满足了，不管你是打算生吃、清蒸、红烧、爆炒，随你的便。首先你要满足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去到了四川、甘肃、陕西这三个地区，位于长江上游的各个高山深谷当中。一开始你并不是抱着想吃大熊猫的想法去的，原本是想搞户外旅行，可是你迷失在了山林里，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，你饿着肚子又跋山涉水的十几天，在你马上要饿死的时候，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只大熊猫。那么这只大熊猫，你完全可以为了保命而吃掉它。很多人可能会想，就算是野生的，那也是国宝啊，怎么敢呢？大熊猫的国宝身份确实无比尊贵，但是别忘了，咱们可是人类，是站在食物链顶端，站在所有动物之上的生物，人类永远高于动物。在你快饿死的时候，只要能够保住人命，别说大熊猫了，老虎、狮子你都能咬上一口。而且在咱们国家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，你吃掉不犯法。非要从法律上来讲的话，你的这种行为叫做紧急避险。那么除此之外，想吃大熊猫还要满足哪个条件呢？大熊猫到底能不能吃？罗翔老师曾说过，如果你在野外饿了20天，饿到脑袋直插地府的时候，当然可以吃大熊猫，但这只是你满足的第一个条件。要吃上大熊猫，还得满足第二个更重要的条件，那就是你得打得过大熊猫。你可千万别被网上那些蠢萌憨厚可爱的大熊猫形象给蒙蔽了双眼。在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不是睡觉就是在吃东西，走起路来还晃晃悠悠。但你得搞清楚，熊猫不是猫，它们可是实打实的熊。这要说起来，它们的名字也应该被叫做猫熊，是肉食目熊科的一个亚种，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熊猫是从古代物种演变到现在的第4个时期。虽然过去吃肉变成了杂食，但它们吃肉的能力依旧存在，而且它们过去战斗力爆表的证据也并没有消失。首先还是它们惊人的咬合力，过去被称为食铁兽，它们的咬合力有1298.9磅，比狮子的咬合力还强，咬掉人的小胳膊小腿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另外还有它们的爪子，别看它们的肉淀粉粉的，它们的指甲削铁如泥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它们选择看起来萌萌的黑色耳朵，其实也是它们凶残的表现。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，黑色耳朵是大熊猫过去为了吓唬其他动物而演变出来的。这样一个凶猛的动物出现在野外，你还得在快饿死的时候徒手打赢它，用脚后跟就能想想这个条件你能不能满足。你要是还觉得自己能打赢，那来看几个大熊猫杀人案例。史上伤人最多的大熊猫谷谷用行动告诉大家，在动物园千万别招惹大熊猫。1999年9月25号，四川卧龙河套坪野化培训基地，一只新生的大熊猫诞生了，基地给它取名叫做谷谷。5岁以前，谷谷在基地长大。从2004年10月12日，谷谷作为交换生去了北京动物园。去到北京的谷谷并没有因为水土不服而出现不适，照样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在游客看来，谷谷也十分的温顺可爱。于是在2006年9月19号，一名醉酒男子翻下围栏走到谷谷面前，想要近距离跟谷谷接触。这一举动直接把正在咬竹子的谷谷给整懵了。看到陌生人靠近，上来就是一个飞扑，把男子扑倒在地，然后朝腿上咬了一口，男子也朝着谷谷后背咬了一口，结果这名男子骨头都被咬出来了，谷谷毫发无损。然后2007年又来一个挑衅谷谷的，是一个12岁的男生。这个男生跳进场内之后还大喊，我练过空手道，大熊猫我不怕你。咱就是说，小伙子喝点马尿你是心高气傲，挑衅大熊猫你是生死难料。然后这个男生的结局就是被谷谷追着咬，咬到双腿血肉模糊。除了这2个故意挑衅的，还有无意冒犯的游客。2009年1月7号，一男子为了捡孩子掉下去的玩具，于是跳进了运动场，结果还是吓到了谷谷，然后咬的男子被抬走。还有2015年5月，又有一胆大的男子想要进去跟谷谷拍照，结果又送了人头，右腿被咬伤。咱们就是说，要是真的遇上大熊猫，到底是谁吃谁？结果很明显了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